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要来教各位怎么用 Google Map 的地图呢，来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我的地图。譬如说，你要去日本大阪自由行，或者是东京自由行，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地图。好，我很快的用一次给大家看，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步骤做看。首先呢，大家可以到 Google 的网页打开之后呢，到它的地图这一个图案这边点下去，这边这一个图案点下去。那地图打开之后呢，把滑鼠游标移到左方这一个选单的地方。选单的地方我们按下去之后，请各位拉到左边。下方有一个你的地点，我会把它点进去。好，点进去之后呢，请各位移到画面右边这个地方的地图，地图这个部分把它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建立地图，下方会有一个建立地图，各位可以在建立地图这边再按一下，那它就会这个建立地图等于是新开一个档案，它会做一个新的档案出来，也就是属于你的一个地图，那这个地图的一个名称，你可以用在这边，目前是无标题的地图。那我们可以把它设定我们想要的名字，譬如说，我们可以设定，日本大阪自由行，那可能是5天4夜 ，OK， 那说明你可以写成，譬如说，暑假。家庭出游，可以这样子把它写一下，注记一下，按下储存。储存之后呢，各位可以在这边上方这个栏位里面输入一个你要去日本的哪一个地方，你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搜寻的一个动作。譬如说，像我们去大阪，我们一定会去大阪城啊。所以我就直接选择大阪城。各位可以看一下右边，它就把大阪城的一个地址资讯都给秀出来了，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方式。不过这边我要教各位一个，我发现这边写错了，5天4夜，我先把它做一个修改。OK， 我教一个各位，如果你没有去过日本，没有去过大阪，你怎么会知道哪边有那个景点可以去呢？你可以直接开启 Google， 然后你输入大阪景点，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叫做更多大阪市景点，你再把它点进去。各位可以看到，它这边会跟你讲说有什么日本环球影城、大阪城，那海游馆，这是道顿崛、通天阁，好，那怎么制作属于自己的一个地图呢？譬如说，大阪城我要去，我先这边把它点下去。我可以把大阪城3个字复制起来，复制起来，然后再贴到我们刚才这一个地方，贴上，按下搜寻，它就帮我找到大阪城了哦。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地点你是有兴趣的，你可以在这边点选新增至地图，
他就看到左边这边，他就把大阪城加入属于你日本大阪自由行5天4夜的一个地图里面。好，那并不是说只有这么简单的一个功能，各位可以看到这边这边有一个新增图片。新增图片有点被遮到，新增图片或影片的部分按下去。各位可以在这边把大阪城的图片用上去，让你的地图更加的丰富。那怎么做呢？你可以直接在右边这边有一个 Google 图片，点一下，然后再把刚才我们复制起来的大阪城3个字贴上。按下右边的搜寻，好，各位看一下，以下都是大阪城的一个图片，看你喜欢哪一张图片。比如说，我觉得这一张不错，我把它点一下打勾之后呢，我可以按下左下方的选取，好，选取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一张图片放在你的地图里面。其实它也不是放在你的地图里面，它是当你开启你的地图之后呢，它会透过网络的连接去抓这一张图片，然后秀在你的地图里面。那下方还有一些空格可以让你填资料。那要填什么资料呢？我们再回到刚才搜寻的网页里面，下方会有一些维基百科会有写大阪城的一些历史或者是故事。那我们可以把它复制起来。那贴在这边，好，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栏位，我们把它贴上去，然后这样子，这一个部分就会很精彩咯。你有看到大阪城的图片，然后大阪城的历史，大阪的一个地址，好，那我们把它储存，好，储存之后，你看，这是一个大阪城的一个介绍，相当的丰富。那如果各位想要去变更这一个图示的话，不要有这个点的话，可以在这个样式这个漏斗图案里面点下去。那它下面有很多的图示可以选择，比如说我随便选，我选择这个美式足球好了，确定。那我还可以把它改颜色，改成红色。好，就这样子。所以大阪城的一个图案就秀出来了。好，我把地图再缩小。各位可以看到大阪城的位置就在这边。如果我再把它缩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跟我们台湾的一个相对位置哦。原来大阪在这边，台湾在这边。好，那我们以此类推，我们把几个东西做进去哈。比如说我想要去日本的环球影城，那我就把日本环球影城复制起来，再回到我们这边输入日本环球影城，按下确定。然后呢，一样新增至地图。再来，我们选择新增图案的照相机这个按钮，点进去之后，一样在 Google 的搜寻栏这边，我们再输入日本环球影城，把刚刚的东西贴上去。好，那或许我喜欢的是这一张图片，按下选取。那下面有一些日本环球影城一个介绍，我还是把它复制起来，贴上去，储存。好，那我可以改变它的一个样式，比如说这样子，然后用成紫色。OK， 那我再把地图缩小一点，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哦，原来环球影城在这边。大阪城在这边，你看我点选左边的环球影城，点左边的大阪城，它就会把图片以及下方的内容介绍给弄出来。好，接下来我就用这一个方式，很快的把一些日本大阪的一个景点，把它秀在我的地图上面哈。新增至地图，好，我要增加到图片里面，
贴上海油馆。好，这一张都是，这是鱼类的。好，选取，然后再把海油馆的一个故事跟历史复制下来，贴到我们下方的格子里面，贴上，储存。那还有大阪还有什么好玩呢？哇，道顿崛很好玩。我每次去大阪，我都会去道顿崛，特别是去找那个咕哩狗就是那个跑跑人先生。好，道顿崛他这边秀的是那个，新增式地图。好，选择图片，搜寻道顿崛。我看一下有没有跑跑人，哇，这个就是最著名的跑跑人先生，咕哩狗。好，咕哩狗就在上面喽。然后我们再把它复制，它在维基百科上面的资讯，把它复制起来。好，再填下去我们刚才图片下方的一个栏位储存。好，那看一下要不要变更图示。好，随便找一个图示哈。你可以把你自己同一性质的东西用同样的图示把它弄起来。好，我们再多用2个。哇，通天阁，上次我也有去过。通天阁，它，那边是什么站？忘记那边是什么地铁站附近了，一下来就看得到。那我也有上去通天阁上面。来，我再把它新增式地图，好，选择这一个图片，我要更换图片，通天阁搜寻，好，这一张通天阁，按下选取。那通天阁的故事呢，我就把它复制起来，这一段我把它复制起来。然后再把它贴上，储存。好，再用几个四天王寺就在通天阁附近啊。那各位去的时候，如果有去通天阁，就可以顺便过去四天王寺。好，一样，我把它新增至地图，选择图片 ，Google 图片，然后搜寻四天王寺。四天王寺其实还蛮不错的，那里面也蛮大的，它要门票，各位可以使用我们那个大阪周游券，选取大阪周游券就可以进去了，好，复制起来，再把它贴上，储存，好，随便再变一个，好，我选择更多图示，好，这一个好了。确定，用这种颜色 ，OK， 再来用一个梅田好了，梅田蓝天大楼，这也是大阪周游券可以玩的一个景点。大阪周游券很划算哦，各位可以买大阪周游券，好，那2日的门票以及电车都可以任你坐，相当的便宜划算。好，新增至地图之后，我选取图片，好 ，Google 图片，我把梅田蓝天大楼 Google 一下，对，就是这个，好，可以上去看夜景哦，不错。选取，那我再把它的 Google 资料，把它维基的资料把它复制起来，贴到我们的格子里面。储存，好，那我把地图缩小，各位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我们到底今天储存了哪一些景点，以及它的相关位置跟资讯。各位可以看一下，有图案的都是我们今天做的一个部分，好，譬如说你想要知道大阪城在哪里，或者你要给朋友看，其实这些地图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大阪城点进去在这里，
那环球影城在哪里？在这里。海游馆呢？在这里。好，通天不是道顿崛。好，道顿崛可不可以编辑道顿崛的名称？可以。好，各位可以，如果它跑出来的是英文的名称，可以在这边按下编辑。好，我把道顿崛编辑一下。道顿崛，储存。好，那通天阁在哪里？在这里。好，通天阁你可以拉一下它的相对位置。好，那四天王寺在这里。好，所以我就说嘛，通天阁跟四天王寺是很接近的。好，蓝天大楼在这里。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什么变化呢？我们讲了嘛，我们要去5天4夜的话啊，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有输入到，叫做关西空港，也就是大阪的机场关西空港。好，新增至地图，我把它复制一下，新增至地图，选择图片。关西国际机场，这个好了，这个比较像机场。好，按下储存。OK， 为什么要把关西空港的部分秀出来？这样子各位才会知道它跟我们其他景点的一个距离位置。好。拉过来一点，各位可以看到一下，关西空港在这边哈，那市区在这边，其实它到市区还有一段距离，好，那其他的景点其实都还蛮接近的，在这边啊，在这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讨论分享的就是说，除了这一些以外，我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哈？各位可以在这边有看到一个无标题的图层，好，因为我们去的是5天4夜，那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的行程可能是依不同的天别去做区分，好，那地图也可以是不是可以分不同的日期来做一个标示？好，我们可以来写一下第1天，储存。所以这就是第1天要去的地方。那如果你要标示第2天呢，这边有一个新增图层，好，然后这边一样有无标题的图层，你可以输入第2天。好，那再来，我把5天都加上去哦，哈。来，无标题的图层，第3天。再新增图层，第4天，再新增图层，第5天。所以你可以一样画葫芦，比如说你第1天可能就在大阪市逗留，第2天可能会去神户，第3天可能会去奈良，第4天可能会去京都，第5天会回到大阪，然后去机场。好，那这边有一个小技巧可以建议给各位哈，各位可以直接一口气就把所有的地点都建立起来之后，再用拖拉的方式把地点拉过去。譬如说，我这个4天王寺，我想要第2天去，我就直接把它拉到第2天。嘿，不听话，嘿，拉过来，它就变成在第2天的行程。譬如说蓝天大楼，我也想要第2天去，我就把它，嘿，怎么不太听话？哎呦，好，蓝天大楼。所以一样呢，第3天我如果想要去通天阁，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把它拉到第3天。啊，海游馆我想要第4天去，我就用同样的方式拉到第4天。好，那道顿崛我如果想要第5天去呢，我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把它拉到第5天。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拉到第5天。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你的地图这边就有第一天要去的行程在这边，第二天在这边，好，右边你可以看到，当你移到景点的上方的时候，它点会跳来跳去。第3天我要去的是这一个地方，好，第3天，那第4天要去的点在这里，第5天，好，这只是做一个比方说而已，哈。所以各位可以这样子，如果说，万一你的行程上面有一些变化的话，有一些变化的话，你可以第1天没有去，那你想要改到第3天去，你就直接在上面把它拉到第3天。好，有一些景点，比如说像通天阁，我想要改到第4天去，我也可以直接拉过去，相当的一个方便，哈。那你如果说，我只想要看到第1天的地图，因为有2、3天的地图太多了，我把2、3、4、5的打勾拿掉，地图上就只会剩下我们第1天的景点，好，第1天的景点。那你想要让它秀出来，第2天。你就点上去，第3天想要让它出现第3天的按钮，就把它点下去。第4天、第5天，好，那它大致上的功能，景点地图就是这样子制作哈。制作完之后，你可以分享给别人或预览。但是我们还先不讲这一些东西哈，我们再讲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它可以做所谓的一个路径规划哦，新增路线的一个规划。好，那为什么会需要做新增路线的一个规划？因为路线的规划可以让你大概了解这一些路程的距离，好，让你不会去走冤枉路或走回头路。好，我简单做几个规划给各位看一下。我把它点下去，左边就会有说你要从哪里 A 到 B， 而且无图层、无标题的图层，这个你都不要去动它。好，比如说我们讲的从关西空港，好，我要从关西空港到哪里？到大阪。我想要知道它大概的大概的路程是怎么样。好，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从我们地图上立刻就秀出来，从关西空港 A 到 B， 所以可以知道原来机场是在南方，然后大阪是在北方，那这边还可以去选择变更交通方式，好，所以你就大概知道原来机场进去，所以不要想说有一天要来机场玩再绕回去，所以机场一定是在第1天或最后1天。你看它的本来的那个图层名称自己也变更了，当然你也可以变更你所想要的名称，好，那我们继续再画几个路线来看看。譬如说，有一些人会想说，我要知道从大阪到哪里，到京都，因为我想要去清水寺啊，或去哪里啊？确定？好，看一下，我们大阪走的景点都在这边，清水寺、京都在这边，所以它是有一段路跟去机场差不多远。那左边这边也可以看到，它有出现从大阪到京都的一个路线。好，相对着，同样的不是相对着，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这边有去按到。好，刚刚去按到没关系，我们重新再建立一个，这个删掉。好，我重新还要再建立几个地点给各位看一下。譬如说，有人会想要说去大阪之后，我还想要去神户呢，神户要怎么去呢？好，这边也可以看到，原来大阪到神户是往西边走，那还有一个景点。
就是奈良、大阪、奈良。哦，奈良是在大阪的东方。好，所以各位可以简单的从这一个路线规划的一个方式，可以了解到，原来奈良在这边，在大阪的东方，东方。神户在大阪的北方，这是京都在大阪的北方，神户在大阪的西方，机场在大阪的南方，所以我们去大阪原则上就会去关西啦，这边算关西，就会从大阪做一个跳板，然后往神户跳，往京都跳，然后往奈良跳，所以也不要想说我要住在奈良，然后跑到神户，如果再从住在奈良再跑到京都，这一些都是会绕路的，所以这边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路径规划。那路径规划完之后，你可以按下左边这一个预览的一个按钮，我们按下去。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画面是编辑的一个画面，那编辑完之后呢？它实际上的地图，如果你从手机或者是你分享给朋友看的话，会是变成这一个样子，会变成这一个样子。那各位可以看到日本大阪自由行5天4夜，那暑假出游，那你也可以把它加上一个星号，表示它是重要的，那可以选择，比如说第1天我不看。第2天我也不看，我只看3、4、5天的一个行程。那路线规划的部分在这边，各位可以去参考看看，好，那如果你想要将这一个东西分享的话，也可以从这边去按一个分享，看是要透过 Google Plus 或 Facebook、Twitter 或 Email 都可以去做一个分享。这都是相当的一个方便，相当的一个方便。那所以各位，不管是你去哪一个国家，去大阪、去东京，去北海道，北海道相当的好玩，特别是下雪的时候，一定要去体验看看，你都可以透过这一个我的地图的一个方式去制作一个新的地图，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一开始的地图这边，那或许有人会问说，那我的地图做好了，我以后要怎么把我的地图打开？各位一样是回到 Google 地图的这一个画面，按下左边的选单，按下左边的选单，这边会有一个你的地点，再来到左边的地图。左边的地图之后，你就会看到有一个日本大阪自由行5天4夜哦，你就可以轻易的把它点开来，可以轻易的把它点开来，你就可以看到哇，你的资讯全部在上面。所以当你每一次要出去玩的时候，你都可以做一下这一种地图，然后把实际的路线，实际跑过的路线也拖拉到正确的天数上面。那以后1年后、2年后，你要回忆的时候，上面的资料也都是正确的。好，所以呢，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咯，跟大家介绍一下使用 Google Map 我的地图，然后编辑一个日本大阪自由行的一个行程。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影片。那大家下次见咯，拜拜。